上期视频，我们来到中国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边境的塔什库尔干县，带大家了解了塔县的城市风貌。这祖国边境线上的城市建设得很好，有很多新的建筑，道路也很宽敞。除了城市外，这里的农村一样建设得非常棒。尤其是靠近城市的农村，每家的房子都建得犹如别墅一样，家家都有几栋房子。房子的周围还有围起来的庭院和花园，花园内有塔吉克族传统的毡房。塔吉克族大爷跟我们说，他们家的这个房子有1400平，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。院子对，全部算起来嘛，1400。哇，房1000子又大又漂亮啊！1400平的别墅。山景里面写了。平时这些房子他们自住，但在旅游高峰期时，他们会腾出一部分房子和毡房供游客使用。走出这些农村别墅的大门，能看到旁边的农田。这里原来真的是在中国边境的农村地区。在晚上的时候，靠近村子不远的广场上还有塔吉克族的篝火晚会，你可以欣赏到塔吉克族传统的音舞，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。最有意思的还是加入这些塔吉克族俊男美女们，和他们一同在篝火旁起舞，彻底融入这塔吉克人的生活，真的是一生难得的体验。下面跟着狒狒和文涛开始今天的旅程。这就是我们昨天住的塔吉克族的民俗村，这边的房子都建得特别的好，然后旁边都是雪山，这边都是一些草地啊，还有一些喂的，有时候牛过来吃草什么的，旁边就是雪山了，好高。都在哪儿住了一晚上，他们的院子都特别的大，都是这种有石头一样的这种造型啊。院子感觉有几百平了，这边特别舒服。你看到傍晚的时候啊，天气凉快了，现在那儿也很凉快。是的，就是那边树荫下，好多椅子、沙发，对，特舒服。还有蒙古包什么的。它这里叫毡房，对对，毡房。你看一下，这个以前应该是住人的，对，现在里面空了，反正要像放杂物的东西没找了。哇，其实塔吉克族他们之前就是房子是石头房子哈，对，然后如果放牧的话就是这种毡房，现在条件都很好了，是的，建成这种房子。这个村子特别漂亮，家户都是这么大的院子，然后有好多房子。你看，这就是以前的，就是旧房子留下来的一部分。以前的厨房，对，就在这儿，这儿有个大锅，然后那儿有个馕坑，可以打馕。哦，这是他们现在的厨房哈。对，这个厨房就非常现代。看一下塔吉克，也是这种大锅哈，对，但是有现代的橱柜、冰箱这种。是的。哦，塔吉克人家家里真大哈。我们昨天看他们在这边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就是这个房间。哦。昨天晚上呢，这个主人家里来亲戚了，来了大概20多个吧。是的。叶城啊、泽普县啊那边过来的，也都是喀什地区的哈。大家都在这儿坐着喝茶聊天的。对。可以看一下这边。这我们昨天晚上也在这儿坐着。是的，吃了好多吃的。这就是昨天剩下来的，都是坚果。对。各种各样的坚果，因为新疆这坚果哈，好吃又有名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就客人坐的，那个炕上这一圈都能坐。昨天晚上呢，好多人在这儿住了，这一圈呢大概能住10几个人，而且很宽敞的10几个人住在这儿。是的。说这是你们的卧室哈。这个像是客厅是吧？客厅。客人来了在这儿哈。客人来嘛在这。对，这个房子好大呀。这个炕上那一圈能住多少人？能住12个。12个。12个。说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12个人就是12个人。哦，这房子能住12个啊。还有客人来嘛就2着就吃饭的。对。吃饭还有这个地方嘛。对。唱歌跳舞。哦，有客人来了，唱歌跳舞，围在一起啊。那就是这里既是一个大客厅哈，会客厅，然后也是晚上的卧室。能住这么多人啊？就是。说你们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？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是80年。
哦，80年，那新房子呢？老房子就80年。老房子是80年。嗯。那这个看起来挺新的，这个。这个还有装修了不是吗？哦，装修了哦。政府给我们装修的。政府给你们装修的。装修的这个除了还有这个木板，对。哦。还有这个里面外面都。哦，就对，外面那些院子也是政府都帮你们建的。哦。哦，地板啊。地板。哦，像这些地板都是政府建的。哦，这个院子很漂亮啊，修了这个绿化，你看。哦。还有这个围墙。围墙啊，石头墙。以前的这个土块的。对。哦，以前的土块啊。把这个改了，那个土块嘛拿掉了。对对。石头嘛就。结实一些了。外面有那个花这样子。哦，对外面画的画。叔叔，那个毡房以前也是住人的吗？有人的。以前也有人住啊。有人住。现在我看里面都放的，杂物。现在还没有放，我们准备嘛，那个里面嘛好好的那个毡嘛铺下，然后嘛地毯上面嘛那个床。对，一个蒙古包可能3个嘛4个床房。哦，准备。就是那个蒙古包以前就是塔吉克人家里自己住的，对。现在一房子多不用了，就那个当仓库。是。但是呢，现在游客也越来越多了嘛哈。对。叔叔说准备把那2个空的毡房哈收拾一下，往里面摆上3、4个那种床。是。3人间、4人间蒙古包嘛，大家以后来这儿旅游可以住这儿。是的。说像这种就是重新装修的啊，这种石头。重新装修的。哦，以前就有个房子啊，然后这个也是这上面这个表层也是重新弄的。重新弄的。说这个墙好厚呀。是吧？这个墙还有50公分了，你看。差不多。50公分大吧，60公分。 60公分了。60公分。那墙真厚，因为这边温差比较大嘛，冬天也冷。对。修厚一点，保温好是吧？对的。保温好，对。这就是里面特别的大，进来之后啊，瞬间凉快下来了。屋子凉快。说这种墙厚就是保温，然后也是隔热哈，方便凉快一些。我们昨天看到好多吃的，说你们吃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？这些吃的我们都没见过。哎，就这些吃的我们都没见过。坚果。对。这是什么呀，叔叔？这个叫嘛，我们阿尔赛酥油。酥油啊。酥油这个。酥油。炸出来的。哦，酥油炸出来的。然后这些都是坚果哈，核桃、瓜子、葡萄干。瓜子、葡萄那个杏。这个是碧根果还是花旦木？都是新疆这边的特色哈。花旦木。这客人来了哈，一桌子好吃的。对的。还是好吃的。说这个呢，这个上面就铺的是毯子，是地毯吗？还是什么？地毯。地毯啊。地毯。还有这个。空上面嘛。还铺个垫子啊。上面嘛有那个地暖。地暖。给政府搞的。地暖。有地暖啊。上面嘛，盖了那个3号板。3号板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毯嘛这样子放。这就冬天很暖和是吧？就是这个一开嘛就是那个。那个是开关。电暖开关。电暖的。电暖。那个一开嘛就房子。这个是电暖啊，叔叔。我们冬天这个客人来嘛加这个放炉子。现在不加炉子了。炉子不加了，那个电暖又不是嘛。对。叔叔，这个也是政府免费给做的啊。免费做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现在冬天就不冷了啊。对的，是的。本来我看这个房子大，我还担心冬天冷啊。特别的棒。有电暖，而且这个保温墙又厚，冬天太舒服了。哇，我觉得住这儿太爽了，这个院子又大哈，房子又大。我觉得这边小朋友性格都很好，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环境决定性格哈。对。这边小孩他生活的环境就是空间大一些，小孩都很开朗，然后对人也很大方，真的。说你们这边是不是挺多人巡边的？有啊。有，对，都有。有。当兵的有。对。昨天我们那个认识的小帅哥，他说这个塔吉克族是最爱国的民族之一，是吧？对，他们就是我们国家那个这边的边境线哈，西边境线很多的塔吉克人在那巡逻的。对，是的。而且昨天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好多人，他们一家人好多人在这边聚哈，家里有点事情的时候，觉得这边那个家庭氛围浓一些。大家从
属感强很多哈。对，就是人情那种关系很好。是的。说你们房子特别漂亮，我们下次还来住。这个的话是木头还是石头的？木头的啊，木头能撑起来哈。可以啊。哦。这是柱嘛，这是梁嘛，房梁。对对对。都是木头的。对。木头和石头做的房子。对，挺好。哎，特别漂亮，里面特别凉快，一出来啊就感觉哇，瞬间热起来了。但是哈，这个树荫下也很舒服。是的，树荫下也很舒服。你看这边，叔叔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一个人就在这儿坐着。是的。叔叔，你们家整个有多大？这边有多少平？这个吗？啊。这个房子算这个后面的那个树，对，还有这个算嘛，1400平方。哇！1400平方。全部这个房子呀，这个围墙呀，这个院子，对，全部算起来嘛，1400。哇！1000。房子又大又漂亮啊！1400平的别墅。房产证里面写了。对啊，房产证上写了1400平，就是认定的。你看叔叔他们家人长得都很帅啊。对。因为塔吉克族就是我们国家唯一的那个白种人嘛。对。对。然后每个人都是那个大眼睛、双眼皮，然后就鼻子很高，轮廓很漂亮，很好看啊。是的。昨天我们看到那个，你们家有一个亲戚是泽普县的。泽普县的。对，泽普县的那有一个帅哥男孩，22岁。他说对，他说还在哈密上学呢哈。对，他说他们学校好多女孩喜欢他，很多女生追他，确实帅哈。村子真的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啊，旁边的雪山环绕着。是的，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哈，来塔县玩的话，不用住在县城里，对，就在这个民俗村里，在村里面，这个村离县城走路10分钟，是的，就在县城边上，特别漂亮。你看哈，这边的地里面都种的小麦。虽然这个地方的海拔也高嘛，3000多，但是它不像西藏只能种青稞，这可以种小麦。因为周边那个雪山特别多，有河流，有水灌溉它。是的。小麦可以长起来。在中国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塔吉克村庄休息。晚上的时候，听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传来歌舞声，才想起来塔吉克族大叔说，他们村子每天傍晚会有塔吉克族特色的篝火晚会表演，我们便前去一探究竟。这个表演很有意思，首先的歌舞表演让观众们欣赏到塔吉克族人卓越的舞姿，待舞蹈结束后会有一个点火仪式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点火仪式是拍卖形式的，出价最高者可以得到点燃篝火的机会。待篝火点燃，大家在塔吉克族舞者的带领下围绕着篝火跳起舞蹈。虽然是夏天，但是塔县海拔3000多米，晚上在篝火前感觉很温暖。火光、歌声、美女、舞蹈、笑声交织在一起，这大概是我们在塔县最开心的一晚。我们顺着远方听过去，有篝火晚会的声音呀。对，说今晚有篝火晚会可以看，我们准备去看一下。刚才我们住的民宿的那个塔吉克族的大叔告诉我们说，这边晚上9点会有篝火晚会。结果9点的时候呢，并没有什么声音。后来我意识到他说的是新疆时间的9点，也就是北京时间11点。现在已经10点50了，那边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感觉好热闹啊！对。歌曲好听吗？好听。那舞蹈好看吗？好，那我们的节目精不精彩？你们说了算。那我们的节目精彩吗？大家一起来大点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才是我们今晚最精彩的时刻。
是的，接下来才是我们今晚最快乐的时刻。现在我们将邀请一位幸运的游客来点燃我们今晚的帕面之火，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。这神圣之火象征着你一生一世，生意红红火火，家庭和和美美，身体健健康康。好，那么下面篝火朋友们，请举手，举起你的右手。那你。好，那么下面篝火朋友们，请举手。还有呢？共同分享一下。这边还拍卖呢，这个大哥200块钱拍下来了。拍下来这个点火的火炬手，烛火炬手。对。我刚才以为开玩笑的，是真拍卖。然后旁边的那个当地的朋友跟我们说，最多拍到过2000、3000、4000都有。太可怕了。那么刚才我还举起了我的右手。天真。这大哥200块钱拍下来了。现在来点火仪式的火炬手，进去吧。哦，可以走。火是吉祥的象征，火也象征着希望。现在有请在场的所有游客朋友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和我一起祈祷。愿火神保佑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吉祥如意，家庭兴旺，事业兴旺，爱情兴旺，学业兴旺。在这迷人的帕米尔高原上的夜晚，在这熊熊篝火中，让我们感受我们的热情，让我们在欢乐的海洋中一起高歌，一起欢呼，一起舞蹈。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玩得尽兴。好，接下来有请在场的所有跟着我们的演员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当中，来跳曼塔吉各族的民族文化。各位游客朋友们，把距离拉开，与我们的篝火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，以免撞伤，注意安全。我抓着你啊，一会儿丢了。
好，请在场的所有游客朋友们跟所有的演员摇起来。好，请在场。裤子都掉了，我的天哪！好，请在场的所有游客朋友们把这手机的闪光灯全部打开。